有了黄昏这层滤镜，看到的更多的是优雅，感受到更多的是文艺的气息。这是一个老建筑焕发青春的一种典范，一个范本。你看现在店面用色都越来越大胆了，这里有多个外国人，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崇尚西式文化的中国人。你能想象这是在上海吗？这边有2段回廊，所以老板也可以坐在回廊底下休息聊天。嗨，大家好，现在我延续着在武康路上的西多，就在这边随意的走走，也浏览一下这边开在街边的一些小的商店。你看每一家门面都很小，但里面的灯光呢都非常的柔和，透着一丝跟这个文化街道相符的优雅。这边又到了湖南路，我刚刚就从这边走过来的。对面呢是湖南别墅，一个很大的 house。街角呢有一栋公寓也是很有名的建筑，叫蜜帆公寓。曾经也有很多名人在这边住过。这样的街道，这样的黄昏时分，你随手一拍都很出片。这里是巴金故居，巴金我想最遗憾的就是他要建一个文革纪念馆，最终也没能完成。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呢，永远就是地为尊，官本位啊。那老百姓呢，在这样的一种久远的历史文化的沉浸之中呢，自然而然就多了一些奴才相。绝大部分人呢，都是为上的啊，除非历史的轨迹发生了逆变。所以可以这么说，中国真正的卫道士呢，其实就是人民，就是底层的百姓啊，就是现在被称之为基本盘的普罗大众，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现实，仅仅想要保有现在手头上仅有的一些能够活下去的好处。这条街上曾经住过的有名的人物，甚至改变过某些行业命运的人物呢不少，但我想这些大家可以自己查一查，自己脑补一下就行了。现在呢，我走过复兴西路，复兴西路呢也是一条非常优雅的马路，大家可以看一看，一样是无层数连绵不绝的马路。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沿着武康路再走一走。你们只带1个雨伞来吗？哦，就去买。只有1个雨伞，有这样的话，有去便利店买雨伞，我可以。现在从武康路上面走到了五原路，这些呢都是梧桐区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再来回望一下，我们走过来的武康路，看看对面的一家酒家，都蛮雅致的，尤其有了黄昏这一层滤镜，看到的更多的是优雅，感受到更多的是文艺的气息。但是就一小之隔呢，这边就是普通老百姓住的一种多层的建筑。这又不是文山路。马路对面呢，这一栋建筑啊，值得来看一看，尤其对于我们学医的人来讲，你看啊，这是32到33年建造的一处西班牙花园住宅，它是上海的一家医学院创办的，叫林子清，他的故居。现在这边恐怕是这个营业的场所了。我听不懂呀，你有点。武康路到了这边呢，差不多就到头了。对面的这条街道叫安福路，这边搞了一个永乐会啊。我们以前来过几次的时候，它都在施工。其实它就是利用一些老房子，变成了一个商业的小广场。这个里面呢，我们也曾经进去过，不妨再到里面去走走。但我相信，比起我们这年纪人的年轻人更喜欢这样的地方。看来这边还是有很多人呢。
你看现在这种店铺啊，把窗打开就是一个吧台。这个地方连我在美国读书的孩子他都知道，来了以后呢，也迫不及待的到这边来打了一次卡。瞧瞧，这个门口多少人站着。这边有一些反开式的咖啡店，我们再来回望一下。这是一个老建筑焕发青春的一种典范，一个范本，是通过一些重新的装饰，就打造成了一个商业的网红点。就听到很多韩国人在说话。现在我看这就沿着安福路啊，由西往东的来走走。上海号称的梧桐区呢，其实就集中在3个区啊，一个就是静安区，一个就是徐汇区，还有就是卢湾区。这是遍植梧桐树的是街道，因为这些地方呢以前都曾经是法租界或者受法国文化影响的区域。对面这个大楼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市徐汇区安吉小区，这有个小区。
嗯？西班牙餐馆，看来也座无虚席啊。这不知道是一家什么店啊，也是透着绿色的柔和的光线。啊，这边还挺多这样的小店。但是刚出来就是咖啡。你看，现在店面用色都越来越大胆了。上海的咖啡店有说7、8千家，也有说已经过万了，应该是全世界就作为城市来讲，咖啡店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了吧。这个也就是这个20年左右发展起来的，这跟上海的所谓的小资文化是非常契合的。一般而言啊，你要到其他地方去吃咖啡，在那边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但是上海是例外的，很多退了休的人，他们都愿意到咖啡店去坐一坐，说说话。其他的它就相当于帮我。这样的小店就很普通的一家小店，看上去都感觉让人感觉不错。你看啊，这是一个便利店，它也把它打开了，不但有吧台，还有放了一些桌子让大家坐一坐的。好，我们现在走过乌鲁木齐路，乌鲁木齐呢也是梧桐街区的一些有名的街道。我就继续沿着大安口路线通再走一段。想必又在这个片区呢拆掉了一些旧建筑，起一些新楼。
这里是信和别墅。安福路呢，走到头了，我的对面就是长福路。走着走着呢，就来到了长乐路。那我们就在长乐路放个路吧。到了长乐路上，这边的梧桐树遮天蔽日，一下子天就好像是晚上的感觉了。马路对面的就是大泽呀。这已经来到了华平路了。还是比较幸运的，没有像天气预报说的下雨要下到晚上7点。虽然这个地都湿的，就潮乎乎的、黏糊糊的感觉还是让人不大舒服。对面是南华新村，在上海有很多要不就是别墅，要不就是新村。但这个村呢，不是村庄的村啊。看到一个小店啊，也吸引人在这边打卡。夜市卖杂货的小店，应该是我的孩子们最喜欢来逛的地方。后来发现这边有几家吃饭的小店，也挺有意思的。有几张桌子，但坐得满满的。现在已经来到了东湖路了，这个地方有一个街心小花园，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啊，这种小花园还是挺珍贵的。这里呢有一座雕像，我们去看一看。这是田汉的雕像，1898到1968年，中国国歌的作词人，但是他的死状实在太过悲惨，都不能叙述。
对，是在恋爱，然后是真的我过马路这几天非常热闹，开了很多小店，有什么香港大排档，但是有点像广州没有开下去的人力坊。这应该是一个酒吧，这里有多少外国人？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崇尚西式文化的中国人。你能想象这是在上海吗？这里你看啊，卖这种衣服也不知道新的旧的，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作坊。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小店，还有人带着自己的狗狗来逛商店。这些都是所谓的年轻的潮人们喜欢的店铺。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街上这个附近的街区呢，很多外国人的面孔。我估计外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小红书，他们可能去到一个地方也会看看他们的同胞们同类们喜欢去大家打卡的比较多的地方吧。这边有学校，对面有医院。最近是天的，因为都是下雨，没法骑单车，所以我想着就以步行来代替，就这样走走啊。虽然这个天气还是有点闷，并不特别舒服，但是活动一下总好过不活动。Yes. 它里面应该可以吃啊。你看，这边也有很多小馆子，上海人称之为乡音馆。这边已经来到了襄阳北路，环顾四周看一下。我记得襄阳北路呢，走过去就是淮海路了，那边有个很漂亮的公园叫襄阳公园，我们就以那边作为第二站的目的地了。这边也有一家敞开式的店，很多人在这边坐着。
喝东西。马路对面的都是一些老的街区，3、4层那么高的房子，那基本上呢还是老的格局。我记得这个附近有一个东正教教堂，就在右前方马路对面。你看，这是襄阳北路和新乐路交界的地方。像这个像洋葱头一样的这个建筑物呢，就是东正教的教堂。就想象以前俄罗斯人在上海也不少。走过去稍微瞄一下。上海的街上，这个店里面的广告居然有播日语的。这里一栋建筑物，不知道新还是旧的，不管怎么说是西式的一个大宅的模样。现在开了很多店。好，我们现在走过新乐路。我就是一杯巧克力，我太好了。就是这座教堂啊，长乐路东正教堂，就那么简单的一块牌子，没有具体的介绍。现在走过襄阳北路啊，迎面的呢就是襄阳公园啊。这是一座非常看上去优雅浪漫的公园。我们也去看一看，这个地方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说这个襄阳公园呢位于淮海中路1008号，占地22000平方米啊。在1938年，法租界呢就购买了这块土地啊。12年的时候呢，就为了纪念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原外交官兰维纳，定名为兰维纳公园，又称美度公园。13年改名为泰山公园，抗战争后改名为林森公园，50年改为襄阳公园，就这么样的一个历史。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我们来看看。你看这个喷泉水池啊，跟那种罗马的建筑、法式的建筑差不多。这边有2段回廊，所以老板可以坐在回廊底下休息聊天。我小时候呢住在卢湾区，卢湾区有一个知名的公园叫复兴公园。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随着大人叫法国公园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法式公园。那后面呢有法国学校，现在那变成了科学会堂。那这个公园呢完全是法国式的设计规划，比这个襄阳公园还要法式，这也是我们童年的很多回忆。整体上来讲，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你看围了一棵大树，也是起了保护吧，然后就做了一圈的这个椅子。这里呢有一条这个公园的主步道啊，还有一个中式的亭子，非常优雅的地方。天气好的话呢，这里的上海的老人家们啊，都会在这边聚会聊天。前面呢就是淮海路了啊，我就把这一段呢结束，等一会儿趁着天还没有黑透，我们继续第3段的步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再见，拜拜。